有些钱你以为自己省下来了，其实是把未来的选择权也一起省掉了。比如为了省几十块钱，花2个小时反复比价，想学一个技能，收藏了一堆课程，最后还是说等我有钱一点再说。工作已经很消耗了，但因为没有一点底气，只能继续忍着。所以这一期我们想聊聊戒掉穷人思维是回报率最高的自我投资。但先说清楚，这里的穷人思维不是骂穷，也不是说没钱的人就有问题。对，这点特别重要。我们不想制造财富焦虑，也不想把贫穷说成个人失败。这里真正要讲的是一种长期处在稀缺感里形成的判断方式，它会让人只看眼前省下多少钱，却看不见未来付出的时间、精力、机会和身体成本。我觉得很多人听到穷人思维会很刺耳，因为它很容易变成一种羞辱。是，所以我们今天换一种说法，它不是穷人的思维，而是匮乏感里的防御性选择。比如你看到一本书、一个课程、一个提升效率的工具，第一反应不是它能不能帮到我，而是太贵了，算了。这不一定是错的，普通人当然要看价格，当然要控制预算。但问题是，如果你每次都只看价格，就会忽略另一笔账。对，第一笔账是看得见的钱，买书多少钱，报课多少钱，体检多少钱，运动装备多少钱，交通节省了多少时间。第二笔账是看不见的成本，长期低效、反复焦虑、错过机会、身体透支、能力停滞。有些钱不花是节制，有些钱不花是把未来的自己也困住了。我先说一个特别真实的场景，晚上刷到一个你很想学的课程，可能是表达、剪辑、英语或者一个专业技能，你收藏了很多次，每次都想等我有钱一点再说。但是另一边，你每天在工作里被卡住，表达不清，机会接不住，想换工作又没有新技能，最后你还是回到原来的焦虑里。你省下了那笔钱，但那个问题没有消失，甚至它变得更贵了，因为半年以后，你可能还是卡在同一个地方。但我觉得也不能太轻松的说投资自己，很多人是真的手里没多少钱，花每一笔都会不安。我跟你看法不太一样一点，不是说这个不安不合理，而是我们要分清这笔钱到底是消费、浪费还是投资。这个分法很重要。消费是让我当下舒服，浪费是花了钱但没有解决问题，投资是它能帮我节省时间、提升能力、保护身体或者增加未来的选择权。所以不是鼓励大家冲动报课，也不是看到自我投资4个字就开始乱花钱。对，真正要戒掉的不是节省，而是那种只要花钱就害怕，只要便宜就安全的本能反应。我觉得这里很多人理解反了，很多人以为穷人思维就是没钱，其实不是。真正要戒掉的不是贫穷，而是稀缺感带来的短视判断。因为它会让你不敢学习，不敢试错，不敢换环境，不敢体检，不敢休息。它会让你觉得我现在还不配用好一点的东西，我现在还不配把时间花在自己身上。可是你越这样，越容易停在原地。说白了，最贵的不是为自己投资，而是一直停在原地。那普通人具体能怎么做？我觉得不能一上来就说你去投资自己吧，太空了。先搭一个最小的底，比如先攒出3个月生活费的小备用金。这个钱不是让你拿去消费，是让你在工作、关系、生活出问题的时候，不至于只能硬忍。有一点备用金以后，人会松一点，面对一份消耗自己的工作，就不再只剩下我必须忍。然后可以把钱分成3类：生存钱、成长钱、享受钱。生存钱是房租、吃饭、交通这些必须支出，成长钱是书、课、工具、体检、运动、效率提升，能让你慢慢变好的东西。享受钱就是让生活有一点喘息的部分，比如一顿喜欢的饭，或者一次短暂放松。这样
样分的好处是，你不会每次花钱都陷入同一个问题，我是不是又乱花了？因为它有位置。对，哪怕成长预算一开始只有100或200也没关系，重要的是你开始把自己放进预算里了。我很喜欢这句话，把自己放进预算里。还有一个判断一笔钱值不值得花的方法，你可以问3个问题：它是在让我短暂开心，还是在让我长期变好？它能不能节省我的时间，提升我的能力，保护我的身体？这笔钱不花，我会不会在未来付出更大代价？比如一次体检，一双舒服的鞋，一个真正能提升效率的工具，一本你认真读完的书，一次和有经验的人交流。他们不一定贵，但如果刚好解决你当下的问题，就很值。所以自我投资不是越贵越好，而是越贴合你当下的问题越值得。戒掉穷人思维，不是嫌弃过去的自己，也不是逼自己变得有钱，它是开始意识到你值得被好好投入，你的时间、身体、能力和未来都值得被认真经营。今晚你可以写下一笔最近舍不得花的成长钱，然后问自己3个问题：这笔钱是真的不该花，还是我只是害怕投资自己？它能不能让我节省时间、提升能力、保护身体，或者增加选择权？如果不花这笔钱，半年后我会不会还卡在同一个问题里？好，那我们这一期就先聊到这里。如果你也总是舍不得为自己投入，希望今天这期能陪你重新看懂这笔账。我们下期再继续聊。晚安，也记得好好照顾自己。